以色列政府已经发出信号，将更加认真地对待美国的关切，并更多的从所谓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待中国。这就意味着以色列开始在屈从于美国的压力了。大家好，我是罗富强，欢迎来到富强观察室。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美国逼迫以色列选边站对抗中国，如果以色列屈从，将带来灭国风险。虽然已经进入2022年10天了，但去年底的一件事，我觉得很有必要说一下。假设伊朗就像朝鲜一样，掌握了高超音速导弹技术，这是世界上没有任何拦截导弹可以拦截的最新型武器。其实这不是假设，全世界都知道，伊朗的科技能力不比朝鲜差，综合实力远比朝鲜强不知多少倍。伊朗拥有高超音速导弹将是不远的事情，甚至可能已经有了。再假设伊朗使用大批的高超音速导弹对以色列发起饱和式打击，以色列根本无法拦截，那么面积只有大约2.5万平方公里，以城镇集中居住方式为主的以色列耐得住打吗？其实这也不是假设，而是很有可能的事。因为以色列与伊朗是世界火药桶中东地区里相互眼里的最大仇家，都是想灭了对方而后快。更主要的是，以色列总是不断采取空袭和导弹打击的方式，多次轰炸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就在去年的12月底，以色列空军轰炸了叙利亚的拉塔基亚港，炸毁了码头上堆积的大批物资。以色列媒体证实，此次空袭是为了炸毁伊朗等国运往叙利亚的武器装备。别说，以色列的空军真的很厉害。抛开政治的角度，从军人的眼里看，以色列军队的确是一支非常优秀的军队。我作为中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第1期和第2期的指挥长，亲历了2006年夏天42天的利益战争。我在2007年元旦节期间应邀到以色列北部军区参观访问，参加他们的迎新招待会，身临其境，耳闻目睹，体会的确很深刻。以军这一次空袭叙利亚，根据俄军的说法，以色列的做法实在阴险。就在空袭发生之时，俄罗斯空军一架运输机就在释放空域，准备降落在20公里之外的赫米纳姆空军基地。以色列战机躲在了俄战机背后，投掷发射精确制导炸弹，使得叙俄两军投鼠忌器，担心会误伤俄军飞机，不敢发射防空导弹打击以色列的战机。以军轻松轰炸成功，战果显著。继续假设，如果伊朗对以色列大动干戈，那么叙利亚、巴勒斯坦、黎巴嫩甚至约旦都可能会跟风。以现代战争的武器装备来看，以色列已经不可能再现历次中东战争中以少打多、以少胜多的辉煌。这就意味着以色列面临再次灭国的风险。而美国过去是以色列在历次中东战争中的最大支持者，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以色列不可能取胜，至少不会每次取胜，失败一次就灭国了。但中国有句话叫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预判，如果以色列面临灭国风险的话，那根本原因一定来自于美国，因为美国总是要求并施压以色列与伊朗和叙利亚敌对，并不断采取军事行动。这也就算了，美国现在居然要求以色列选边站，一起对抗中国了。2021年底，美以至少2次讨论涉华议题。美国媒体1月5日爆料称，拜登政府和以色列政府上个月就中国议题低调举行磋商。这次会谈又是在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与以色列外长拉皮德讨论涉华内容的1周前。报道称，拜登政府就涉华投资向以色列施压，而以方希望保持谨慎。报道随后称，以色列政府已经发出信号，将
更加认真地对待美国的关切，并更多的从所谓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待中国。这就意味着以色列开始在屈从于美国的压力了。如果中以关系达到了美国希望的对抗的那种状态，那对于以色列来说是致命的。如果以色列发展到了对抗中国的程度，且不说中国向伊朗出口高超音速导弹，只需要提供技术支援，包括俄罗斯在内，那就意味着以色列真可能面临我前面说的情况。在新的中东战争中，以色列根本不可能再现历次中东战争中以少胜多的目标了，就有可能灭国。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下次再见。